好，那像我這個年紀，我周邊的朋友很多都有白內障，都要換水晶體了。是，可是換水晶體的時候，就很多的一個爭議，比如說有人說你用健保就可以了，有人說你不要用健保的，你一定要選一個比較好的。那有人講說你選水晶體又跟你個人的體質有關，你不能單純去想說我買貴的就好了。是。我其實開始有這個問題了，那我就很好奇，那我該怎麼辦？就是說，如果真的有白內障，那我真的要換水晶體，我到底要怎麼去選擇？我到底要怎麼去選擇哪一種方式對我是比較好的？白內障基本上還是以就是晶體乳化術，只是現在除了手術的部分有提升，也有一個叫飛秒雷射輔助來做手術。那另外一個不用換水晶體嗎？也要，只是說他換水晶體的方式現在也有改变。我們就是健保目前給付叫超音波乳化術，對。那我們現在也有一個叫飛秒雷射來做輔助，有點像你要打蘋果，你是整顆下去蘋果肌打，還是說你先把它削切，再丟到蘋果肌的果汁機裡面去打，類似那個概念。对，那飛秒雷射有點像前置先把它切塊，然後再用健保的超音波乳化術來把它打碎，這個是手術第一個。那第二個就是，人家既然可怕是把我的水晶體打碎，我沒有辦法想象。因為我自己本身專門是在做這個，其實不會啦，就是說，所以手術最重要當然還是要找水晶體打碎，就是把乳化我們不要叫打碎，這樣聽起來很可怕，叫乳化，因為它的正確名字叫就是超音波乳化手術。对，那它就是把我們的水晶體，你要先把混浊的水晶体嘛，先破壞才能建設嘛，所以先把混濁的先把它乳化掉，乳化掉之後再植入這個透明的有功能性的人工水晶體。那這個水晶體當然選擇上就分兩大類，一個就是健保的，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自付差額的。那差別在哪裡？健保的基本上因為它也不錯，但是它是比較基本型。譬如說我們剛剛講要調老花，然後有的人有散光，或者是你的近視遠視，你的度數比較深，它不在這個健保的範圍內。对。可是你又很希望手術後我們不要戴眼鏡，那這個時候你就要針對自己的度數，就像配眼鏡嘛。你在菜市場買一支就是固定度數，你戴了可能好一點，但是没有辦法看到很精準、很細緻。对。但是如果你希望手術後，我老花也不要戴，近視也不要戴，對，那你散光也不要戴，那你就需要照你的度數來做選擇。对，這個就牽涉到每個人的條件，譬如說夜間開車跟不開車的人，或者是你做的工作是很細緻，譬如說有的人是需要做那個很精密的繪圖啦，或者是你的工作是看遠的為主，每個人有他的生活習慣步調，然後用眼習慣。那當然，這個除了考量眼睛條件，當然一個經濟考量也是一個，因為你調的越多種，相對那差別多少錢？差別差蠻多的。多少嘞？會差到10萬嗎？單眼的話，因為像如果以現在健保給付來說，我們大概規格最高就是調所有都調，近視、遠視、散光、老花都調，一個單眼的費用，一個水晶體可能會到10幾萬。那如果又有飛秒雷射，也許輔助又更多。對，所以這個當然換一個眼就要10幾萬。就是如果想要都調的話，對，但是就是說，當然要找技術經驗比較豐富的，因為你的東西不是說品相越貴它就越好，因為你除了條件要符合因為有的人譬如說他有黃斑部病變或青光眼條件就是已經比較末期，那這樣子的水晶體雖然貴雖然好，但是對他來說可能也不適合，所以手術前都要做檢查，就說你的條件適合放什麼，對，不一定最貴最好。但是就是在我們合理的範圍內可以自由做選擇，比如說我想要遠的看清楚，還是說我遠的近的我都不要戴眼鏡都要看得清楚，那你可能就要同時把比如說近視啦、散光啦、老花這些問題一併解決。我可以一起解決嗎？像我有近視，那我也有老花，那我也有散光，是我可以用換水晶体，就是客製化，什麼都来对啊，像我就专門在開這個，所以我们很多客人大概6-7成比例的客人會做這樣的選擇，因為他覺得手術後他得到的是人生的第二春啊，這就是不用再戴眼鏡，人生的願望是脫鏡。那我這樣可以撐多久？比如說，因為你老花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那我如果我現在老花改善，那我會不會就不會再老花，還是說我會慢慢老花，只是會比較慢呢？應該說老花是調節力變差，包括你的睫狀肌還有水晶體的彈性。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把水晶體置換，所以我們已經一次到位，讓你的水晶體
裡面有老花矯正的度數，就是可能300多、350度，要看你植入的水晶體的種類，因為水晶體調老花又有分很多不同型，還有依據工作形態，像剛剛講夜間開車不開車，這個可能挑的水晶體也不太一樣。對，可以依照每個人的需求去挑選你適合的。那這個水晶體它自然有它適合的這個可視範圍，比如說從遠到近50公分，或是從遠到近40公分，它每一個水晶體它能夠提供給你的可視範圍是不太一樣。我可以調整的這麼細？是。所以我就等於說我開車我要多遠的距離，更精準的，這個都是可以設定的。對，可以設定，就是我希望我手術後我是遠的清楚，還是說我遠的電腦也清楚，還是我遠的電腦跟手機都清楚？对。所以就是選配，一個是標配，一個是選配。像我阿姨就換了白內障，然後她2隻眼睛就是花了20萬，她就是剛剛就是醫生講到的那個選配，她都選了。對，然後現在就是都還 OK， 對，像我前一陣子幾個月前剛幫我媽媽開，對，那因為我媽媽也是，她以前是遠視，然後老花大概300多度，對，那因為她就說她希望手術後就是不要再戴眼鏡，因為她覺得戴眼鏡很負擔，因為有時候出外啦，突然近了就看不到，對，所以我也是幫她調整，就是選擇有做老花矯正水晶體。这會有副作用嗎？就是如果夜間需要開車的人，可能就要考慮，因為我剛剛說的可視範圍不一樣，這個就譬如說多焦或長延焦，那它可能夜間的時候有些會有一定比例的叫光干擾，就是光的旁邊會多一個燈，那個叫光干擾，眩光，對，多焦一般繞射圈比較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但是它相對的能夠提供的距離，近的距離就更近，譬如說你需要在眼睛前面35到40公分，那你就會需要這樣的產品，它才有達到這樣的效果。但是你可能就要有眩光的這個考量，所以如果夜間需要開車的人，就要把這個問題考量進來。就是說，對你來說近的比較重要，你可以犧牲就是夜間燈光這個問題啊。如果你擔心不要開也做得到，那你當然選擇。那如果說，我每天都一定夜間就是要開車，因為有的人說我退休後我就是開車要趴趴走啊，對。那如果你擔心，那我們就不要選看這麼近，你稍微犧牲一點點，調到50公分，但是你夜間就沒有眩光，所以這個就是因每個人的條件選擇，對，可以做微調。那剛剛講，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問題都是跟你的高度近視有關，所以高度近視有關的時候，才發現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年輕人，我剛剛講。現在20幾歲就有所謂的白內障，是。那剛剛講，現在視網膜剝離的年輕的程度也越來越高，甚至連黃斑部病變現在也越來越嚴重。那這些狀況在台灣真的，像你們在治療過程真的是非常嚴重嗎？我覺得確實是哦。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人，他其實年紀大概不到40歲，對，那他也是做過近視雷射手術，他以前大概700多度。那開完也大概，我這邊要認真聽，就認真聽。對，他大概開完也快20年，因為他也是大概10幾歲，快20歲就開。那開完他也享受他清晰的視力將近20年。對。可是他大概去年開始，他就覺得說，他怎麼覺得他夜間開車視力沒有那麼清晰，他開始會沒有安全感。對，那他一開始覺得說可能就是疲勞，因為他在那個科學園區上班，所以他想說他晚上11、2點可能就是累了，但是後來發現好像沒那麼單純，所以他先去眼鏡行去看看說度數是不是增加。那一開始100、200，後來變300、400，對，然後那個會快速增加，對，就是大概每隔3個月去，他就是叫他換眼鏡。你再講可怕就是。我如果在年輕20、30歲的時候，我去做了一個這個雷射的治療，我覺得我的眼睛已經沒問題了，我已經改善我眼睛。可是我如果過了30年、20年、30年，我的眼睛會突然的惡化嗎？那我的度數會飆速的增加嗎？所以還好，他去那個眼鏡行的驗光師也蠻有經驗，他就跟他說：“你這個不是眼鏡，不是眼鏡度數可以幫你，你這個眼睛有問題。”所以就介紹他來找我。對，一量果然。他的度數，因為他後來很忙嘛，所以他真的到看我門診又隔了1個多月，他來的時候又回到700度，就是人生又回到原點。對，然後一量就是比較明顯的白內障，就是他白內障熟了。那我們在水晶體在成熟的過程，有點像凸透鏡的效應。我常常比喻白內障像煮蛋，就是你一開始是透明的蛋，但是慢慢是溫泉蛋，後來水煮蛋，後來變成滷蛋、鐵蛋。那它的過程，它的曲度會增加，
就是我們煮蛋的時候，你那個曲度慢慢會膨脹，對，所以它會讓它的近視加深，這個叫核心型白內障的一個很典型的症狀。對，所以它就是因為這樣，所以那個症狀跟你的這個近视度數加深是有關係。對，我們近視就是說它的角膜已經鐳射氣化變平，所以理論上你的軸長是不是讓你的光又投射到視網膜這個屏幕上？對，但是因為你的水晶體這個鏡頭它變凸了，有點像凸透鏡，裡面一直不停的加度數，所以它的光折射就一直往前，所以它的近視就一直加深。對，所以它的源頭不是配眼鏡，它源頭其實是白內障。對，那因為它不到55歲，叫早發型白內障。對，但是已經嚴重到影響視力，所以我們就幫他做健保的審核送審。那當然也過了，因為他就是嚴重到需要手術，就換了水晶球。對，所以後來就幫他做手術，然後替換人工水晶體。那他這樣就好了嗎？當然他現在視力又回到正常。那還好，白內障比較不會像。就是白內障基本上它是一個可以根治成功的疾病，對，所以比較不會有說後續又有一些大問題，所以他開刀完目前都算是還蠻穩定啊。當然也建議他要追蹤，因為他本身就是高度近視。是，所以希杰20年前做的這個所謂的近視，他未來很多的問題還是會持續發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高度近視的體質就是高度近視體質。那當然這個是一個部分啊。那一方面當然隨着年紀老化，白內障慢慢也會成型，只是說。高度近視的人，他產生早發性的這個白內障的疾病，相對風險是比正常人高一些。那我換一次水晶體我就解決了，還是說我換了一次水晶體，我如果50歲換水晶體，我可能還要活30年？那我這30年未來還可能換，還是說我換了30歲水晶體換了一次，我就可以一勞永逸？基本上水晶體置換只要一次。像我有些病人，他換了20幾年。我之前才有一個奶奶，因為她80幾歲開刀，現在已經101歲，她回診還很好。那他當初很有遠見，他就是選那個有調整老花的效果，所以他跟我說他自己一個人住可是他連穿針都沒問題，100歲可以穿針，他還可以自己走來。他前陣子還跟他女兒一起去新加坡旅行，很有趣對，所以只要身體顧得好，眼睛顧得好，用到120歲不是問題。那你可以带给我們很大的信息。對，以現在的醫學來說。好，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要講，我現在很多朋友出現的一個叫做視網膜剝離。視網膜剝離我覺得非常恐怖，是說好像你只要發現突然閃光，然後你不馬上處理的話，那個你會失明的。对，視網膜剝離其實在幾個狀況會比較常發生。當然高度近視是一個，就我們剛剛講水球吹得很大，它變得很薄，所以它相對防禦力就是構造沒那麼穩定。這都跟高度近視有關。對，有關。那當然是就是說有些人他可能有外傷。就是比如說以前打球啦，被撞到，然後手肘打到啦，這個當然也是一個。那另外一個就是年紀的退化，還有用眼過度，這個都會加速我們這個叫玻璃體，我們眼球後方的一個構造叫玻璃體，就有點像玻璃透明，但是是一個粘稠的構造。那它是用來穩定我們眼球的構造，但是隨着年紀它會異化，就是它的穩定性沒那麼好，它會異化，所以如果隨着年紀，你又用眼過度，或是撞擊或高度近視，這些都會讓這個玻璃體的穩定性、支撐度沒有那麼好。寶傑哥，我想到一個，就是我之前做完雷射手術之後，然後大概過了2-3年，就是回診嘛，然後醫生就說，他看到，因為他們都會點那個散瞳，然後就會照眼底，對，然後醫生就說，你的右眼，因為我右眼比較嚴重，對，他說，你的右眼就是裡面有大概好幾個小洞，就有點像是他形容的是就是絲襪，女生的絲襪，然後如果有勾到，就會有點小洞那種勾絲的那種感覺。他就說這個你要立刻手術，他就直接幫我再做雷射把它補回去，所以那個也是視網膜剝離的一個前兆嗎？這個叫柵狀裂孔啦，它其實就是高度近視的人在拉扯的過程，那他會在周邊，因為拉嘛，就是確實很像穿絲襪。你絲襪厚的時候，你不覺得它會破，可是你把它拉開，它就是會從比較脆弱的點，對，那這個叫柵狀，有點像這樣一格一格柵狀，對，所以這個在高度近視很常見。對，那為什麼會？因為就是撕的比較薄，所以為了預防它真的從那個地方裂開，我們會在柵狀的這個退化。柵狀或叫格子狀退化，我們會在邊邊打這種釘裝，就是用雷射把它打穿，不是打穿，把它固定讓它像補丁一樣的，對，把它固定在我們的脈絡膜，因為我們的視網膜後面那一層叫脈絡膜，
對，它是近視這麼麻煩。对，所以真的要小心。所以如果有高度近視，不管有沒有做過近視雷射，我們建議定期半年、1年，大概最少1年要做一次剛剛說的這個散瞳檢查。主要就是看視網膜有沒有一些裂孔啦，或早期的退化。那你早期發現，當然趕快把它補起來就好了。那如果說我是做了雷射，我也在上面做了一些手術，會讓我未來的視網膜剝離更容易嗎？不會，沒有關係。對，沒有直接相關。就是不會提高，但也不會降低。是。好，那最後一個是我個人也要再問你是，我有青光眼。那我青光眼的時候，那时候很 shock， 是因為我每次做健檢的時候，我的眼壓都在11上下，我不會超過12，大概在10左右。可是我做眼底攝影，因為我後來有一次就是說要做的比較徹底，我就做眼底攝影。眼底攝影他就跟我說，你有眼睛視神經的萎縮，那視神經萎縮就你有這個所謂的青光眼的這個可能。我就要去定期檢查，可是對我來講，那個壓力很大，就是我都正常啊。如果說我不做眼底攝影的話，搞了半天，有一天我真的不可逆了，以後根本就來不及了。真的，所以這個就是建議大家定期要做眼睛的檢查，健康檢查其實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用來早期發現青光眼。青光眼可能在大家熟知都覺得說，好像是它發作起來怎麼會頭痛啊、噁心、嘔吐。確實青光眼分2大類，一種叫魚角閉鎖，一種叫魚角開放。但是在這個年代，高度近視這麼多，魚角閉鎖很少見了。魚角閉鎖其實是在比較媽媽阿嬤那個年代，亞洲啦，像日本或台灣的女生，就高眼壓。對，它高眼壓，但是它的特徵是因為個兒小、眼睛小、高度遠視，所以它的排水孔很窄。所以你可能譬如說彎着腰洗衣服啦、拖地，然後以前燈光又不是很明亮，在這樣的環境下或天氣冷的情況下，它就很容易誘發叫急性青光眼。那這樣的急性青光眼是會讓你突然整片好像在蒸汽室，然後突然霧掉，眼壓高到60、70，然後一邊頭痛，痛到會一直吐，還要去急診打點滴。這個在我們早期的就是我住院醫師的時代，我們在值班的時候很常遇到。但是近期越來越少，為什麼？因為現在很多人高度近視，高度近視已經不是小眼球，是大眼球，所以它的排水孔很寬。但是這個又造成另外一個叫開放性青光眼，剛剛那個叫魚角閉鎖，這個叫魚角開放。所以它的不舒服呢，不是立即可見。青光眼最常見症狀是什麼？是沒有症狀。這個是開放型青光眼，所以叫視力小偷。對，然后剛剛寶傑哥說的就是眼壓低，因為我們通常用來篩檢你有沒有青光眼，你去做健康檢查，第一關就是量眼壓。對，所以如果你眼壓正常，大部分就說你可能沒問題，除非你很仔細，像我們眼科會特別再去做那個視神經檢查，才會發現說你視神經盤有異常的變大，就要做眼底攝影。對，但是呢，就發現說哇，原來你眼壓正常，居然在開放型青光眼的病人，還有1/3的比例是這個叫低眼壓或叫正常眼壓型青光眼，就是他已經是視力小偷，他還隱形的視力小偷，所以這個在亞洲其實這個比例越來越高，那它相對就是不容易發現，對，所以提醒大家要定期做檢查。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如果啦你的直系血親有青光眼這會遺傳？會遺傳，譬如說爸爸媽媽、阿公阿嬤，我爸有，對，或外公外婆，直系血親有，那你自己心裡就要稍微有警覺性，因為這個是有遺傳，就像黃斑部病變也會有遺傳哦。對，所以如果你的直系血親有這樣的問題，那當然你除了提醒他要定期檢查追蹤，自己也要注意，可能自己定期要追蹤。那鍾醫師，像我爸爸現在就是有青光眼，然後他前陣子還跟我分享說，就是要一直去不定時的去回診，然後還要在他的眼底就是塞一個水管還是什麼，是因為他的排水有問題。對，然後還要一直用藥，用點眼藥水。那他聽起來是比較嚴重啦，因為現在醫學的藥物比較進步，我們早期青光眼很多人確實需要手術，那因為現在的藥物選擇越來越多，副作用也相對比較少，所以我們現在原則上還是會先以藥物治療，除非是剛剛說的魚角閉鎖型青光眼，我們會去打雷射，就是趕快把它那個排水孔打通。但是因為現在相对比較少，所以如果是這種魚角開放型，或甚至是這種低眼壓型青光眼，我們原則上是以藥物治療優先。那現在藥物治療很多類，
那如果說你3類4類的藥已經全部用上，但是眼壓控制還不是很理想，就是說你的視神經盤還在進展，持續的變大，表示視神經在萎縮中，那這個可能就會輔助加上手術治療，所以听起来可能爸爸的青光眼控制偏嚴重，对，偏嚴重，那你就要特別小心。真的，希望就是你的視覺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是。可是現在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現在的人開始要健身嘛，是。那你要健身，你要舉重嘛。是，那很多人講，那我現在就也困惑，是說，我喜歡做重量訓練，是。可是人跟他說，你有青光眼，你還做重量訓練，你知道你在做重量訓練的時候會讓你眼壓增高嗎？你眼壓增高的時候又會傷害你的眼睛。那我心裡想說，如果我不去做重訓，我的身體會萎縮，那我到底該怎麼辦呢？就說如果這個有做過研究，沒有青光眼的人，基本上譬如說重訓、倒立、憋氣這些動作，它確實會有一些些微的眼壓變化。就是它可能早晚不一定說什麼時候一定特別高，但是是會有一些變化。但是在正常人，視神經對於這個眼壓波動，它其實是可以忍受的。所以如果你沒有青光眼，基本上是不用那麼擔心說什麼倒立啦、重訓。但是我有青光眼，對，有青光眼的人，就是因為我們的視神經盤對於壓力的波動，它不見得一定很高，它有時候是波動，尤其是低眼壓型青光眼。他的意思就是說，你的眼壓沒有高，但是為什麼你的視神經會受損？因為這個有研究，就是說你的可能血壓偏低，那它血壓跟眼壓要有一個梯度，就是說你的血壓要大於眼壓，你的血流才會從血流嘛，身體流到眼睛。那眼壓高的人是不是你的血壓即便正常，但因為眼壓很高，它進不來。那正常眼壓就是說你的眼壓正常可是你的血壓可能稍微偏低，所以這個梯度不太夠這個是一個原因，就是你的循環不太好，所以這個當然會建議要做運動。這樣的情況下，確實增加你的身體的基礎代謝還有循環，對於這個血流的改善是有幫助。但是這個運動要量力而為，就是如果會需要過重、憋氣、負重或倒立，可能就稍微要注意，因為在那個不能弄太重，对，因為在那個瞬間，你不弄重就沒有樂趣，你知道嗎？你就不要那麼重，可是你做很多組，那個效果還是有的。对，以次數取代重量，我有在对，或者是時間，真的，对，就是說如果你一次很重，你會憋氣，然後你的可能瞬間的眼壓波動太高，那你一次當然沒關係，但是你很長，那你的視神經就一直處在這種缺氧的情況。但是如果說你做的是比如說有氧運動，然後適量，然後就是有點像就是間歇性，對，那不要過重，但是以次數還有時間來取代單次的重量，对，那持之以恆，應該說比較像跑馬拉松跟短跑的概念，對，你可能比較適合馬拉松。寶傑哥，你就假設你現在是50公斤3組，你就把它調成，比如說那個是我的暖身，你這樣哦，對不起，我錯。那比如說你80公斤是3組，好，你把它調成50公斤或是55，然後你做個4組，這樣子。應該說，可能寶傑哥的能力可能跟一般不一樣。不是，我覺得你知道，我對重訓那個對我來講。你比如說像你硬舉，你要到了130公斤，你才有那個連脖子都會用力的感覺。那你要等，如果你到連脖子都用力的感覺，你才有那種緊張放鬆、緊張放鬆。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舒壓。我一定要透過那種把我全身繃緊，連脖子都繃緊，臉都繃緊，眼睛都繃緊，然後我再放鬆。我覺得我才會有那種放鬆的感覺。我可以理解這個，但是我意思就是說。就是不要這樣，沒有心不是應該說像我能力就很弱，我幾乎沒辦法負重。但是我知道像寶傑哥長時我在訓練，對，也許別人的重對你來說不是很重，但是你可能比較喜歡挑戰那個極限。我是覺得不要繃到最上限，你可以上限再往下放一格，就是原則上是你有達到感覺那種很舒爽的感覺，但是不用到那麼急迫到憋氣，然後整個臉漲紅那個感覺。對，其實應該那樣就夠了。我要盡量。好，那最後就是。我們來講很多都是跟你的慢性病是有關係的。那我還看你的這個裡面你也提到糖尿病是一個關鍵。是，糖尿病。你如果糖尿病，你這個眼球都會泡在那個糖水裡面，你的眼睛就很容易壞掉。真的，我覺得在台灣糖尿病也是一個大家要注意，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糖尿病的比例相對其他國家是非常高。那我覺得這個啦，也許是跟我們的飲食習慣，比如說手搖飲啊，飲食習慣比較精緻化。相對有關係。那我們臨床上確實發現糖尿病的年齡層也往下修，很多就是
可能以往啦，譬如說可能60、70歲，他才開始出現一些糖尿病，因為糖水泡我們的血管泡在糖水裡久，它其實5年、10年、15年，它慢慢會有變化。即便你的血糖控制再好，時間久還是會有併發症。那當然可以控制越好，你併發症出來時間越長越好。比如說你可能60歲發現你有這個血糖的問題，但是你控制很好，也許到80歲才慢慢出現出血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在臨床上有時候發現，30、40歲來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等到發現的時候，是因為他已經突然視力模糊。他來的時候玻璃體都是出血，對。那你問他說你有血糖的問題嗎？不曉得，對，可能平常也沒注意，因為畢竟年輕，對。那請他去做檢查，才猛然發現他自己有血糖高的問題，對。所以我覺得這個跟我們的飲食習慣改變也許有點相關。那血糖高這件事，它也是很多疾病的併發症來源，譬如說白內障、青光眼、視網膜的問題、玻璃，這個都是有相關的哦。好，那非常謝謝鍾醫師，就是。其實眼睛好不好，對我們的生活品質影響非常的大，真的。那像大眾，我開始講的，我以前都覺得有些東西只是小毛病，或者你手術完就可以解決了，好像你沒有那麼重視。可是發現不對，你就算手術完了，你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那乾眼症這麼小的問題，其實對很多人來講已經造成非常大生活上的一些困擾。所以鍾醫師就跟我們分享，就是你的飲食、你的生活，特別是你一定要定期治療，早期發現，對你的眼睛才能夠得到好的保障。是，沒有。謝謝鍾醫師，謝謝。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Shee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製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製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對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B Jackie。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那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是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你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 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是宋國成宋老師。那你当然我們在兩岸國際之間，我們也会多做這樣的一個報道，甚至就是一個 Helen Tan。然後呢，你說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